晚上好啊！云顶啃头事件，大部分人应该都知道。可是除了这个以外，其实那边还有几单很恐怖的事件，就很像恐怖的跳楼机卡头事件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讲过啦？20几年前的云顶有个很大的游乐园，那边又便宜又好玩，100块钱一天，玩什么鬼都可以。有碰碰车啦、过山车啦、火车啦、跑车啦、跳楼机啦、踏船啦，还有很多很多。不过我个人觉得最恐怖的还是茶杯，懂的人自然会懂为什么茶杯会恐怖。有一次我去云顶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是跟2个男生朋友一起去的啦。当时我们3个才17、18岁这样罢了，因为是坐 bus 去的。那天是星期一，所以那边都没有什么人，不管玩什么排队都不用5分钟。那个时候我们3个就在那边排队玩这个最恐怖的跳楼机了。刚好哦，我们后面就来了3个16岁的小妹妹哦，还长得十分漂亮。她们是来自槟榔的，她们是 bonding sekolah 来这边玩的，其实就是为了不用排队。这样子我们3个麻辣佬看到漂亮的小美女，自然会留意她咯。而且刚好排队的时候，她就排在我们后面而已哦。然后我们3个就在那边推来推去了。这个时候我就听到其中一个小美女讲：“你头发那么长，不可以玩这个。上个星期就是有一个马来婆，她玩这个的时候哦，头发就被卷在机器里面，然后跳楼机下来的时候啊，整个头给她拉掉啊。”当时现场看到的人啊，每个人都有钱收啊，据说每个人分5000块。小美女还讲：“你注意看，现在跳楼机是不是不可以上到最高了？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而调低了。”哎呀，原本我们几个在那边欣赏美女的，一听到她这样子讲啊，我们几个就吓到当场在那边摸着自己长长的头发咯。过不久，我们也和那2个小美女搭讪了一下，也认识了啦。过后排队就排到我们了，我们就准备上去坐这个跳楼机啦。就当我准备要坐那个座位的时候哦，这个时候工作人员走过来跟我讲，这个位置不可以坐。哎呀，当时我们都吓到不想玩了啊。可是工作人员就把我们安排在隔壁那一排的那个3个座位。过后我们几个就这样胆战心惊的坐了上去。过不久跳楼机就上去了啦。上到顶部的时候，我们5个都不由自主的往上看，那个角度看上去啊，的确很靠近罢了。那时候呢，我就有一个不怕死的朋友，他还伸手要上去摸那个上面的铁哦，可是是摸不到的啦。事出必有因嘛，这件事情当时也是传到家喻户晓啦。我个人就觉得可信度是非常非常的大的，不懂你们有没有听过嘞？除了这个以外，其实那边还发生过缆车掉落事件。有时候我和一些调皮的朋友坐缆车的时候哦，他们就在上面摇来摇去，就让我想起了这个缆车掉落事件。其中有一个缆车掉落事件，当时还登上了报纸啊。当时是这样的，很多的游客坐在缆车的时候，突然 pop 的一声，很多人就看着那个缆车就这样跌下山崖哦。当时啊，全部缆车就在那边停了15分钟，把全部人吓到脚都软了。可是当时的报道是讲那个缆车里面是没有人的啦。有人讲是因为他们收够了钱，所以有人就变没有人。还有人讲缆车事件其实不止一次，有人的当然没有登上报纸啦。不懂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嘞？欢迎分享啊！接下来就是云顶的这个酒店藏尸事件。那个时候的云顶赌场门口就有很多龟公在那边拉客。其实啊，除了他们以外，还有很多的妓女，他们都在赌场里面自己找生意的。讲到妓女，我就想起以前哦，就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过，其实他们沦落到做妓女，他们背后的问题啊，是真的很可怜的。有一些是为了赚钱给父母治病，一些是为了赚钱养孩子，还有一些是被逼的。基本上啊，他们都是没有办法才会放下身段去赚这个钱的。为了帮助他们啊，我这个好心的朋友就只好常常的去帮助他们的生意。好了，那么我们再回来讲这个藏尸事件啊。事情是这样子的，
当时就有一个独行侠的妓女，就是没有归公的啦，她就自己一个人在赌场里面转，然后就盯着那些筹码满满的客人，就走过去那边招生意咯。过不久，很幸运的，她就招到了这个生意，然后妓女就跟着这个赢了很多钱的人回去酒店了。他们两个就在酒店里面运动完过后，这个男子就去洗澡了。当时这个妓女啊，就趁着这个女子去洗澡的时候，她去偷偷拿了这个男子的钱哦。过后很快的就被这个男子发现了，他们还在房间里面打了起来。结果啊，这个男子就不小心错手的把她打死了。然后呢，男子就把她埋在床底下，就匆匆忙忙的 check out 走了咯。隔天就有一班年轻人 check in 了那间房间，然后他们就闻到了一些臭味，他们就要求 manager 帮他们换房。可是当时 manager 不肯换哦，他就找了一个 cleaner 过去那边打扫咯。结果啊，那个 cleaner 就看到那个床弯了一点，他就过去推了一下咯，然后就发现了那个妓女。过后那几个年轻人就被带到 office， 然后云顶就给了他们一人5000块，就要他们立刻下山，当着今天没有来过这里，还把他们当天的名字日期那些都删除了。所以那几个那天没有去过那边的人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大家。还有人讲藏尸案其实不止一个，有一次就有一家人去那边的酒店睡觉咯。当时他们就6个人，为了省钱呢，姐姐就想到了一个很好的办法，就是把床上面的地浪拉下来，然后3个人睡在床上面，3个人睡在下面的地浪。然后他们就发现了一个尸体哦，打电话去投诉过后，就走那个标准的流程，就是带去 office 过后，然后每个人就没有分5000块，然后每个人当天都没有去过云顶。有没有一种可能哦，就是因为这些无数的命案冤案被掩盖过后，所以啊，云顶才会传出各种各样的灵异事件。还有一个传闻就是云顶有很多的小鬼。为什么讲有小鬼呢？其实是这样的，有一个人他就在桌子上面赌钱的时候，他就在那边玩筹码咯，玩着就掉了一个筹码下去地下哦，一弯腰下去拿的时候，他就看到桌子下面有很多糖果。当时啊，那个人拿完筹码过后，还顺手把那边的糖果拿了上来哦。刚好隔壁大妈就看到，他就讲：这个糖果不可以拿的，你拿了啊，他们会生气的。这些糖果啊，可能是因为一些人他们本身是有养这个小鬼的，所以他们就带这个小鬼去赌场那边玩，容易赢钱嘛。糖果丢在下面就是为了给这个小鬼吃的啦。还有一些呢，他们本身是没有养小鬼的，可是他们去赌钱的时候也会把一些糖果丢在桌子下面。据说因为这样子，那些小鬼就不会来打扰他们。这几个传闻的老故事，不懂大家有没有听过呢？如果有听过的可以回复有，没有听过的可以回复没有。不过如果现在云顶发生这样子的事情，应该就很难隐瞒了咯。现在谁的手上没有手机啊？发生事情的时候帮忙的人可能不多，可是拍摄的人就一定有。那么最后就给大家再讲一个云顶小鬼的故事。当时呢，就有10几个越南的孕妇，他们就被一个集团带到云顶那边去，他们就住同一个酒店不同的房间。他们10几个肚子是大到要生了的那一种，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那么多人去那边。他们在那边一住就是大半年，所以那边的工作人员看他们都看到认识了。他们住了那么久，大的肚子都变小了，很明显是全部生完了啦。奇怪就奇怪在这10几个越南的孕妇都变成了少妇了，可是啊，就是没有看到他们带 baby 出来哦。再加上他们的房间从来就没有 baby 的哭声。更奇怪的是，他们的房间虽然没有 baby， 可是每个房间都放满了很多玩具和小孩子的零食哦。过不久，这些少妇不知道为什么就全部一起走了，在他们的房间就留下了一串很奇怪的风铃挂在窗口那边，而工作人员也没有收。为什么讲这个风铃奇怪呢？因为啊，当时就有一个男子，他是做 salesman 的啦，
当时他就去云顶那边卖公司的产品，刚好他睡的那个房间就有这个奇怪的风铃。就在晚上他要睡觉的时候，突然他就听到风铃那边传来一阵很微弱的小孩子声音。反正那么得空，不如就去赌场玩玩，今天你有财运哦。这个男子当时就认为有小鬼要帮他赢钱哦。当时啊，他就真的走了下去赌钱。刚刚开始赌，运气是真的很好哦，几下就赢了几千块。就在男子想走的时候，那个小孩子的声音又来了：“狗狗，运气那么好，赌大一点啊，赢多一点就不用打工了咯。”赌着赌着，当然就输完了啦，10赌9输嘛。然后男子就想走咯，可是这个时候那个邪恶的声音又来了：“狗狗，狗狗，你房间不是还有很多钱吗？可是这些钱呢，是公司卖货的钱来的。”然后就这样，男子就带着这个公款去赌场，输到干干净净。最后啊，他就打电话找他朋友借钱咯。他朋友就问他什么事，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朋友了。结果这个朋友没有借他钱哦。过不久，砰的一声，那个男子就在上面跳了下去。这个故事到这边还没有完哦。就在几天过后，这个酒店就收到了很多投诉，全部投诉都是讲有小孩子的哭声。可是查了查那些房间，里面都是没有小孩子的啊，那些房间就只有掉落在地下的风铃。奇怪的是，当工作人员把这个风铃挂上去的时候，很快的那些风铃又会掉回在地下。直到有一次，工作人员就收到一个很恐怖的投诉，投诉就讲有一个男子穿到全身破破烂烂，他在酒店的走廊拿着树枝追着小孩子打哦，他们又跑得很快，拦都拦不住。这个时候工作人员就追上去看哦，可是啊，追到一个角落的时候，他们就消失不见了。当时就有一个眼尖的工作人员就讲，那个男子啊，其实就是前几天在楼上跳下来那个。过后他们就讲，一定是那个男孩子给小鬼害死了，所以他的冤魂就留在这个酒店里面找这些小鬼报仇。当时啊，管理层就把这些房间上面的风铃全部拆下来，从此云顶的房间就没有了风铃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了，下期再给大家分享云顶其他的灵异事件。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啊！拜拜，我们下期见。